欢迎收看《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今天我通过5G 技术完成一项前所未有的远程驾驶挑战。哇，掉下来了！哇！用人工智能叉车将酒瓶悬挂在钢丝上，连续挂7瓶。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加油中国！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欢迎各位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大型励志挑战节目《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欢迎各位。挑战不可能是每一个平凡生命的极致追求，也是一直推动人类进步的一个力量。在并肩前行的道路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努力加油的挑战者。在中国人手中，变不可能为可能。让我们一起为每一个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中国人加油，向每一个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中国人致敬。海天蚝油一招定鲜，本节目由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海天蚝油独家冠名播出。挑战成就未来，本节目由为祖国下一代喝上好奶粉的君乐宝奶粉特别呈现。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播出，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家的新可能。在去年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我们迎来了一个6岁的孩子，名叫杨胜轩。几位评委应该还有印象，是下盲棋的那个孩对，子，非常厉害的一个小棋手，6岁。今天呢，专门有一个象棋高手来挑战这个今年已经7岁的孩子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跑乱了，跑乱了！从哪跑？找路了。又见面了。大家好，我叫杨胜轩，我今年7岁了，来自河南荥阳，学棋2年了。哇！大家好，我叫徐鑫，今年7岁了，我来自河南荥阳，我学棋1年半了。哦，不要小看徐鑫哦，徐鑫尽管7岁才学了1年半象棋，但是已经颇有成就了。我是2018年全国儿童赛8岁组女子冠军。哇，8岁组，8岁女子组。那杨胜轩，你去年取得了什么成绩啊2018年全国儿童赛8岁组男子冠军。哦，一个男子组，一个女子组，哇，都今天这是冠军。男女双料冠军都在我们现场。那你们俩挑战什么呢？我也要下盲棋。台上有2台棋，你俩要同时下2台盲棋。对。这么小，蒙着眼睛下象棋，这表示他们除了有推理力、记忆力，还有智慧、逻辑、分析、综合、攻守、配合。我们为了保证挑战的公平、公开与公正，我们专门有请专业裁判对我们今天的挑战进行全程监督。有请张卫东、左岩，有请2位。左岩，中国象棋协会国家级裁判；张卫东，中国象棋协会国家级裁判。我们有请2位裁判到裁判席就位。有请2位进入你们的挑战位。让我们有请挑战助理为挑战者戴上眼罩。我给大家宣读一下挑战规则。2位挑战者同时进行2台盲棋对弈挑战。挑战的同时，2人必须记住2台棋局的全部步骤。在棋局结束后，
获胜的挑战者必须准确复原由评委任意选定的2部盘面，全部准确复原才算挑战成功。若对弈结果出现1胜1负，或者2和的平局状况，则2位挑战者均可进入复盘阶段。在2位挑战者2部盘面均复原正确的情况下，用时短者挑战成功。7岁要记这么多的棋谱，而且蒙着眼睛，然后要给他们从记忆里边恢复找出来，这是非常困难的。为公平起见，第一台由徐新执红方先行棋，第2台由杨胜轩执红方先行棋。2位挑战者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宣布，挑战开始。第1台红方炮2平5，第1台黑方炮8平5，第2台红方炮2平5，第2台黑方马8进7，第1台红方马2进3，第1台黑方马8进7。哇！第2台红方马2进3，第2台黑方车9平8。这项挑战的难点在于，2位挑战者在进行盲棋对决时，不仅要应对对手的进攻，还要记住2盘棋的全部步数，最后进行复盘。由于2位选手在2台棋面上分别要进行进攻和防守，这对于挑战者的记忆力和逆向推理能力是极大的考验。2位年仅7岁的挑战者，究竟谁能技高一筹，赢得胜利，挑战成功呢？第1台黑方车2进3。哦，第2台红方车7平6，第2台黑方前炮6退3。请问黑方上一步棋走的是车2进3吗？哎，对，第1台红方车8进4。哇，打砍炮的那一步棋有点特殊，我的兵种明显比他不好了。开局不久后，杨胜轩由于一步小小的失误，让自己的棋局暂时处于不利形势。而根据挑战规则，只有在对弈中战胜对手，才能进入到后面的复盘阶段。暂时不利的棋局，让杨胜轩不得不小心谨慎，应对接下来的每一步棋。面对徐新发起的挑战，杨胜轩能赢得胜利，捍卫自己的荣誉吗？第1台黑方卒1进1，第2台红方车6进1，车6进1。哦，第2台黑方认负。第2台比赛结果，红方杨胜轩胜。第1
台红方兵3进1。目前2盘棋局中，徐鑫在第2台棋局告负，他只有赢下第1台棋局，才可以和杨胜轩一同进入到复盘阶段，否则他将无缘复盘，直接宣布挑战失败。徐鑫还能挑战成功吗？第1台黑方车4平1。第1台红方兵3平4。哇！第1台黑方认负。第1台对局结束，红方徐鑫胜。第2盘我认负的时候，我已经充满自信能赢第1盘了。他毕竟没我学盲棋的时间长，我经常练复盘，我2盘盲棋都记得很清楚，我很有把握的。2位小挑战者以1胜1负的成绩一同进入到复盘阶段，但是之前长时间的对弈让他们消耗了大量的脑力。接下来的复盘，他们还能成功吗？2位从理论上来讲都有挑战成功的可能。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为我们的2位挑战者上复原棋盘，并且帮他们摘掉眼罩。请李昌钰评委和孙杨评委分别在第1台棋的83步和第2台棋的71步当中，随机选出其中的1步作为你们复原的目标。孙杨评委，请您亮出你给出的步数是第59步。李昌钰评委给出的是第2台的第19步。我们把复盘棋盘已经放在了2位的面前，在他们的右手边是第1台棋，左手边是第2台棋。第1台棋，我们要求你们复原到第59步。第2台棋要复原到第19步。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明白了。好，接下来2位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开始进行复盘。第1台红方炮2平5。第1台黑方炮8平5。第2台红方炮2平5。第2台黑方马8进7。请问黑方上一步棋走的是车2进3吗？对。复盘计时开始。他们2个已经进行了2盘这个盲棋的挑战，所以说无论在精力还是体力还是脑力上面都耗费他们非常大，他们还要把每一步精准的复位，又是一场绝对的不可能。
我已复盘完毕。好。好，杨胜轩率先复盘完了2个棋局，但是不要着急，正确率是最重要的。徐昕现在还在复盘第2盘，如果2盘都能100%准确的话，那才是挑战成功的基础。我已复盘完毕。 2位都已经复盘完了他们心目当中第1台的第59步和第2台的第19步。我们先来看一下2位分别用的时间。杨胜轩用时1分38秒21。哇！徐昕用时2分06秒41。 虽然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标志，但是我们刚才一再强调，我们的复盘最终挑战能否成功，主要看的还是正确率。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为我们封存复盘的结果。同时，我们有请2位挑战者再次回到舞台中间来，有请2位。 感觉发挥的怎么样？很好。对自己复盘的结果有信心吗？徐昕。好，那么到底复盘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首先开始验证2位挑战者的第1台第59步的复盘结果。有请挑战助理为我们揭晓徐昕和杨胜轩第1台。 第59步的第1排棋。正确。接下来我们看第3排，只有1个炮在中间，正确。杨胜轩也在为自己鼓掌。来看下一排，1个车和1个兵。等一会儿，你看看徐昕是啥？没问题，正确。再来看下一排，只有1个兵，正确。接下来我们打过楚河汉界，看看那边的情况，3个卒1个车，正确。哇！ 哇，2个人到现在没有分出高下。我们来看下一排，只有1个象在正中间，正确，太好了。倒数第2排，中间1个士，正确。最后一排，1个将和1个象，复盘成功。 哇！2位第1台第59步全部复盘成功，没有1点差错，所以2个人直到现在为止，在准确率上完全是并驾齐驱。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第2台第19步2个人复盘的情况。首先还是看第1排，徐昕和杨胜轩，第1排。 正确，哇！下一排，炮马，
正确。2个人都复盘，到目前为止都是正确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排，3个兵1个炮，兵的位置是否准确，要看看他们2个人没有问题，正确。再来看下一排，2个兵分别往前拱了1步，正确。哇！好，接下来我们到符合汉界的那一边去看一看，第1排应该是只有1个车，正确。看下一排，下一排5个卒，1个车，正确。哇！再来看下一排，2匹马夹着1个炮。哦，这个炮，哦，徐星的炮位置有一些偏移，对。很遗憾，根据规则，徐星的这一步没能复原成功。持续下了2个小时的盲棋，不但要绞尽脑汁战胜对手，而且还要记下2盘棋局全部的步数，这对挑战者的脑力和记忆力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徐星在第2台复盘过程中，由于记忆错误，复盘失败。同样7岁的杨胜轩能够完成复盘，挑战成功吗？接着往下看，下一行，下一行应该是空的，空空如也了。空空如也，正确。倒数第2行，双方都正确。来看最后1排，这难度是很大的，又是一场绝对的不可能。我经常练复盘，正确。最后1排2位都正确。哇哦！我宣布，杨胜轩挑战成功。祝贺你，也谢谢徐星。你今天表现很棒，其实最后就差这一点点。他学棋的时间短，对，再加上他又是第1次来我们这儿，杨胜轩已经很自如了，对不对？看到今天现场这个阵仗，你一点都不会紧张了，是吧？那相对徐星就似乎比他更拘谨一些。但是今天你看，无论是之前的这个下棋，还是后面的复盘，我觉得徐星真的都表现得相当出色了。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徐星小朋友，好不好？我有个问题啊，那棋盘上面为什么叫楚河汉界？以前刘邦和项羽打了很多年的仗，他们虽然很累，但是也不想认输，然后他们就以鸿沟为界，争分天下，这是楚河汉界的故事。哇，厉害厉害厉害！孩子的解读太可爱了，这种从古到今蕴含在这样一个智力游戏当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在感染着今天的这一代孩子们，让他们从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也感谢徐星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接下来，我和徐星到场下稍事休息。首先要祝贺杨胜轩今天又一次挑战成功。你觉得这1年多你自己有什么变化吗？有，在去年我在3级棋士组里拿到了冠军，跳到了1级棋士，而且我来这儿的前几天，我还参加了一个等级赛，就差3分就能升器械大师了。哇，差3分。虽然说有点遗憾，可是我会继续努力的。哦，好。盛轩，你还记得去年你来节目的时候，你挑战成功以后我跟你说的话吗？记得你说，偶像不是用来看的，是用来追赶的。我去年定的目标是达到全国冠军，我已经达到了。哇！
而且我还定了一个目标，12岁之前拿到最年轻的象棋大师，17岁之前拿到中国最年轻的象棋特级大师，还要超越王天一，为国争光。哇！这么小的年纪，他的心中、他的胸怀就有我们国家担当二字，是非常的了不起。我今天再送你一句话，我觉得是梦在前方，路在脚下，既常怀于棋局。祝你们在方寸间的追梦路上收获更多的自信和勇气。希望你每一年都有更大的进步。我们也希望在明年的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能看到你更多精彩的挑战。盛轩这个气定神闲的样子站在那里，就很能够让我们对他产生一种喜爱之心啊。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跟他学象棋有关？因为我觉得象棋之道就是为人之道嘛。象棋当中我们能学到历史，能学到礼仪礼节，也希望在未来象棋陪伴你的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你能够领略更多的人生的气象万千，也能够领略我们中华民族的灿烂的文明。那对于今天杨胜轩能否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我们的回答是能。谢谢老师，加油，盛轩！海天蚝油一招定鲜。本节目由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海天蚝油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播出，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家的新可能。本节目由吉利汽车、博瑞博越特别支持，大美中国车为中国加油。说到5G 技术，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在想啊，以后下载大片更快了。哦，以后我们在追剧更方便了。实际上，5G 带给我们的体验和改变远不仅仅是这些领域。而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挑战项目，就是让大家提前感受一下5G 给我们带来的跨时空的挑战。我们一起来看。小的时候啊，有这样一辆遥控车，绝对是整条街最靓的仔。各位好，我是百克力。现在我的位置是山东省临沂市的政治驾校，这是国内一家大型的汽车训练场。现在关于遥控车的梦想，我可能算是放下了，但是有的人没有，而且玩得很高级。今天他将在这儿进行的是怎么样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呢？请我的搭档为您揭晓。大家好，我是陆林一。此时此刻，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房间看似普通，但是它非常特殊，因为已经全部被5G 信号所覆盖。现在站在我身旁的就是今天的挑战者王潇。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王潇，今年35岁，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系。今天我要通过5G 技术完成一项前所未有的远程驾驶挑战。今天我们将安装在车上的360度的全景相机，通过5G 技术实时回传到我们的驾驶舱里面。那么我将坐在驾驶舱里面，观看高清图像，来做到一个实时的驾驶。这项技术它对网络要求非常非常低的延时。那么正因为有了5G 的近乎零延时的技术，才能够保证我们的挑战。所以说今天是我以及5G 共同的挑战。哇，听上去太酷了！5G 就是这样的神奇，从诞生以来，虽然短短的时间里面，它已经创造了很多的革命性的场景应用。那么，相信今天您的这样的遥控无人驾驶方面，也将创造里程碑的这么一个奇迹。您准备好了吗？好，来，请进入挑战位。
现在此时此刻，在3公里之外，我们的无人车辆已经准备就绪了，同时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在那儿等着我们。小鹿你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被5G 信号覆盖的挑战区。考过驾照的人呢，对这都很熟悉，这就是我们的路考场地。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这个充满科技感的车辆。来，咱们进来瞧瞧。嚯！这个车里边全是各种镜头。你好，百克利，现在感觉怎么样？我现在还是非常兴奋的，因为整个车里边，除了这台车我熟悉，这个摄像机的镜头我熟悉，其他设备我都看不懂，应该都是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设备，有发射器，后面还有电池塔，还有传输器、传感器等等。就我一个人，但是没有司机，有点害怕呀。我现在拿到了最新的挑战规则，整个一路你将面对非常多的挑战。从起点开始，通过重重障碍并沿指定路线行驶。当面对多条道路选择时，主持人将随机抽取道路序号，挑战者需快速做出判断，最终顺利通过所有障碍完成赛道，即为挑战成功。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保证好自己的安全。祝你们好运！百克利、王博士，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我是准备好了，博士，您准备好了吗？我也准备好了。王博士，您现在可以简单操作一下，看看是否一切顺畅。哇，这太神奇了！看方向盘，现在没有人，它在自己的转动。哇，方向盘自己在控制。哇，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好，现在一切准备就绪，我宣布挑战开始。走了！哇，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吧！一下到40了。哇，这也太快了吧！小鹿几号啊？小鹿，快抽啊！小鹿！接下来通过抽签的形式。2号，不是？是2吗？哇，我们的车要进2了。小鹿，他自己拐到了2号。这个太刺激了，因为旁边完全没有任何的人。哇，厉害！那马上要上单边桥了，这个是很多新手司机的噩梦啊！在远程遥控驾驶过程中，由于挑战者的视线来自车载摄像头回传的画面，缺乏真实开车的路感，所以在通过单边桥的时候，判断上容易产生误差。我是现在把速度放慢。哇，慢一点！上去了没有？哇，车辆倾斜了。好，左轮上去，左轮上稳住。成功！厉害！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是限宽车阵。一共有10辆车，一边5辆，它们的摆放位置参差不齐、锯齿状的。2辆车之间的最窄的距离只有2米。我们遥控的车辆
也要有1.8米的宽度。如果一旦蹭到了一辆车，也算是挑战失败。哇，这非常窄，也就是一个车身的位置。王博士，你要非常的小心。哇，速度可以放慢一点。好。好的，还剩下最后3辆车。这个好窄，这个真的是好窄。哎呦喂，我看着真危险。差一点，要蹭到后视镜了。要蹭到后视镜了。哇，太险了，就差那么一点儿，不是，就差那么一点儿。刚才那个反光镜都是贴着过去的。漂亮，还有最后一个。好的，最后一个稳一点啊。哇，几乎要碰见我们的摄像头。成功，漂亮，顺利通过。太难了，这个太厉害了。王博士要依靠这个屏幕给出的画面，来做出自己的判断。所以说，对于信号、对于网络传输的稳定性就至关重要。所以说，我们的挑战进行到这儿，要仰仗我们中国联通提供的5G 信号，一直是非常的流畅。小路，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长的平直的路段，在这一关要挑战的是什么？哦，来了一辆大卡车。这个是不是我们要挑战的是这个突发状况？麦克利，你要注意安全喽。小路，你让王博士注意啊！哇，掉下来了！哇，掉下来了，掉下来好多箱子。哇，要躲！太棒了，王博士，顺利通过。太棒了。接下来，挑战者王博士将面临本次挑战难度最大的考验。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这一关一个斜坡，上面放的是轮胎。王博士，小心轮胎滚下来了！这个轮胎向我们扑面而来，如果碰到，算挑战失败啊，王博士。
王博士，你得躲着。啊，这个轮胎真的很大。好的，王博士，你得躲着。喂呀！好的，安全通过，漂亮，好的，哇哦！现在，王博士和他的车辆即将面对最后一项挑战，就是面前的10个车库。到底停哪一个呢？还是要抽签决定。停在的是7号车库，王博士。从我这个地方真的很难判断，这个角度不像人眼啊，我们的摄像机的角度有限。我们要从左到右数，第7个就是。好，现在博士已经找到了7号。好，现在博士已经对准了其中的一个车库，现在往里面开，非常的窄啊，非常的窄。小心，小心，这个车库非常窄。注意，不要碰到两边的墙啊！右边有点量少了，左边量大，再往来。好漂亮，保持直线就行了。好，好，好，停。好，现在我们的车是停稳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刚才我们抽取的7号车库。百克利，你现在需要下车给我们验证一下，看看上面那个数字牌底下被遮挡处是不是7号？看看是不是7号。这是几号？7号！哇，太漂亮了！没问题！哇，博士你做到了！哦耶，太棒了！我们在经历9981难之后，我们的挑战者王博士准确地停在了7号车库。今天我们在说我们在5G的背景下，我们还能做什么？但其实我们只是做了未来生活场景的一个小小的起步。中国人在面对科技的挑战，永远不会停止。那最后我们要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来庆祝这一次的成功。我们要把我的画面用5G 传回我们的演播室。恭喜我们的挑战者挑战成功！是的，谢谢百克利，辛苦了，也谢谢王博士。哇，太棒了！刚才你们让我们来想象都不敢想的一些事情变成了现实，就呈现在了我们眼前。我们也更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在即将到来的5G 时代，我们将看到更多的不可能被实现。我宣布，今天我们的挑战成功。挑战的过程非常的精彩，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未来将要到来的这种新技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巨大的变革。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成功的王潇博士登场。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叫王潇，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系，目前在一家自动驾驶科技公司任首席技术官。王博士，我们都很好奇啊，5G 的技术是怎样运用在了这次的挑战当中的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开车在高速公路能达到100公里每小时，那每1秒我们的车辆差不多要跑30米每秒。车辆在这么快速的行驶，如果我们的延时达到0.5秒甚至以上，交通事故
必然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我们必然要求我们整个的延时要达到一个毫秒级。那么 5G 也就是第5代通信网络技术标准。理论情况下 ，5G 会比4G 快上百倍，甚至数百倍。所以说，在这次挑战里面，我们充分地利用了 5G 的高速率、低延时和超高的带宽。在这次挑战里面，通过 5G 来充当采集的相机的数据到我们驾驶的终端的一个数据的传输通道。同时，我在驾驶舱里面的操作指令也通过 5G 高速地传达到我们的车辆里面。这样，其实我通过 5G 在远程控制车辆，跟在驾驶舱里面驾驶，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这也是我们 5G 超高速率的一个优异的体现。我们其实可以非常骄傲地讲，中国的 5G 绝对是领先世界。我们的 5G 从差不多10年前开始制定标准，然后逐步的试点进行推广。在北京、山东、天津等地，其实已经有很多 5G 的试点基站。那么跟我们自动驾驶其实结合更加的紧密。比如说在江苏某个地方，国家已经建立了自动驾驶测试的示范基地，整个的路上所有的信号全部是 5G 覆盖，所有的自动驾驶车辆都可以在里面接收到高速的信号。所以其实我们认为，所有的新技术，它肯定是一步一步试点，通过试点之后，我们再逐步的推广。这一点我们其实是非常有信心，中国的 5G 一定能够引领世界。王博士，有一个我不太了解，你说传输信息再快，假如你在突发事件的时候，你有没有时间去能够应付所有的路况？我们自动驾驶第一不是完全的依靠我们远程驾驶，未来的自动驾驶一定是车端的自动控制系统同我们远端的人协同作战，两者结合在一起，互相弥补相互的缺点。这样的话，突发的一个交通状况，我们才能够保证100%的安全。否则的话，依靠某一种技术，其实都是有所疏忽，都是有很多缺点的。那么我想问一下王博士，我们现在的5G 技术运用，除了在无人驾驶的技术上，我们还运用到了哪些在我们生活日常当中呢？其实5G 应用会非常广泛，比如一个典型的应用就是远程医疗。我们知道西部地区很多地方缺乏非常优异的医疗资源，那么比如说我们北京的医生，在他的手术室里面能给西部的老百姓做手术，同时能达到面对面的一个手术效果，这就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能够极大的减轻我们一个医疗资源不平衡紧缺的一个问题。同时我们在安防领域，我们的5G 能够传4K、8K 的一个图像，这样我们在进行保安以及犯罪分子搜索的时候，都有高清的图像、实时的信息。在我们的消防领域，我们可能用我们的5G 遥控机器人到一些人不能去的地方，能够救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快速的化解危情。5G 时代的到来，它带来的可能性远远不只是自动驾驶的问题，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无法想象的改变。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从中国启动研究到现在领先于世界，我们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10年磨一剑呢。这其中，我们也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所以，应该向所有的科研人员致以我们的敬意。我觉得今天王博士的这一项挑战，可以说已经超越了挑战本身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科技强国梦正在逐步的实现，也要向你表示我们的感谢。所以，对于今天您能否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我的回答是能。有请王骁步入我们今天的荣誉殿堂。可能很多观众还记得有一个叫罗苗凤的女叉车司机，她曾经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驾驶着叉车挂啤酒瓶，把啤酒瓶盖挂到钢丝上，然后保持啤酒瓶不坠落。为了这个挑战项目，我们的这位挑战者连续努力了2年，最后才在我们这个挑战的舞台上成功挑战。而今天，在我们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我们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挑战者。
一台人工智能的叉车——鸵鸟，它将向罗苗凤发起挑战。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罗苗凤与人工智能叉车背后的设计师上场。欢迎，欢迎，苗凤你好，欢迎欢迎。罗苗凤大家非常熟悉了，2次来到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当时挑战的是这个用叉车挂这个啤酒瓶，当时你的记录是多少？6个，连续挂上了6个啤酒瓶。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站在你面前的不是一个叉车驾驶员，而是人工智能叉车背后的研发团队。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黄磊，来自江苏苏州，是这款人工智能叉车背后的设计师之一。谢谢。我想问问黄磊啊，你今天来挑战罗苗凤，是因为受了他那个挑战项目的启发吗？对，是的，我觉得人工智能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我知道人工智能目前是强在算法。但是还有一个瓶颈，就是人工智能和机械的结合。是的，因为机械它有的时候齿轮与齿轮之间是有机械误差的。对，你有信心挑战如此精度之高的一个项目吗？有信心，我们在此之前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我们连续测试了几个通宵，对于这一次的挑战，然后最有效的一次是可以成功的连续取8个啤酒瓶，8个啤酒瓶。哦，8个。所以我不知道罗苗凤听到这样一个挑战对手来到了现场是什么感受？我有信心吧。好，究竟是人强大的心理状态以及它和机器之间完美默契的配合更胜一筹，还是人工智能的算法以及我们的机械制造的精度能够拿下这个挑战？接下来我宣读一下我们的挑战规则。人工智能叉车将向罗苗凤发起挑战，双方均用叉齿托起啤酒瓶，将啤酒瓶悬挂在钢丝上，率先挂好漆瓶，且保持10秒不掉落的一方即为挑战成功。在挑战过程中，每轮只有9个啤酒瓶可以使用，只有2轮挑战机会。2位是否明白了我们的规则？明白。明白了。好，接下来有请双方进入挑战位，准备。我们来看看，究竟最强科技和最强人类到底今天谁胜谁负？双方做好准备了吗？准备好了。好的，接下来我宣布第1轮挑战开始。无人叉车的第1瓶挂得非常迅速哦，我觉得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双方都成功地挂上了第1瓶，但是从罗苗凤的操作来看，他更加容易
而且也更加迅速地开始第2屏的操作。但这个时候，鸵鸟精准度和速度都超过了罗苗凤，但是人工就是好在这一点，就是它能够迅速根据环境调整自己的速度。你看，鸵鸟的整个行进路线应该是按照它的程序，它肯定要从另一边开始挂了。哦，也有可能让两边保持平衡。对。如果在这边相同的位置挂1屏的话，它的钢丝中间是平的，就平衡了。但是罗苗凤仍然还是采用按顺序来挂的办法。孙杨的预判和猜测是正确的，机器人果然从这一边的第2屏开始。机器人的晃动很小。罗苗凤率先完成第2屏。此刻鸵鸟的第2屏也已经离地了，但是仍然还在往钢丝输送的过程当中。罗苗凤的第3屏已经离地，但是机器的操控真的相当精准，到那儿就停。所以我估计这台机器它是有一个力的反馈的传感器。李博士，您觉得呢？就当它接触到钢丝的时候，它会知道。无人叉车的悬挂的速度非常的快，可以说它解决了罗苗凤最困难的那一部分，而且完成的非常轻巧，解决了。完成的很轻巧。对。罗苗凤选手他的整个的动作流程不是非常迅速的，他在卡，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放到了那个点。但对于我们叉车而言，他每次都非常均匀的上升、后退，以及到放货的那个点都是卡得非常准的，这是一个我们的优势。罗苗凤完全是靠着他眼睛的观察力、洞察力去感应啤酒瓶的位置。在速度上面，罗苗凤大姐她确实是比我们的人工智能这个机器速度确实要快很多，但是我们人类做的可能一个细小的动作，机器通过一个编程、一个程序，它就可以比我们人类做的更加精细、更加精准。很遗憾，我看看现在剩下的瓶子还足不足以让罗苗凤挂？可以，现场还有6个瓶子在地上，罗苗凤仍然还有挑战的可能。因为加上你现在叉车上的这一瓶仍然是7瓶，只要挂上7瓶，挑战就可能成功。所以不要着急，罗苗凤。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这边的那个啤酒瓶晃动的也很厉害。它应该是从中间挂了机器。这个时候就是人的经验在起作用。当罗苗凤发现这个瓶子晃动比较厉害的时候，他可以选择先把瓶子放回地面，减少它的晃动，然后再提起来。但如果是机器，可能它就没有办法做这样一个决定。好。从数量上来讲，现在罗苗凤只落后鸵鸟1个，因为鸵鸟目前成功的也只有2个。鸵鸟现在正在操作第3瓶，而罗苗凤的第2瓶也已经离地了。鸵鸟并没有按照我们所猜想的那样悬挂中间的1瓶，但是它也没有悬挂最靠边的1瓶，它现在挂的是第3瓶。哦！哦！很遗憾，罗苗凤的第1次挑战失败了。前几次的话是自己去挑战自己，现在跟别人去挑战，那个心态完全不一样，就感觉无形中就会有压力，对我来说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机器它是完全不会受到人的情绪的干扰。
如果鸵鸟成功的挂上7瓶，那么鸵鸟挑战成功。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鸵鸟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现场还有1、2、3、4、5，鸵鸟也不够了。我宣布，双方第1轮挑战均以失败告终。人工智能车，它计算左边挂一个，右边一挂，就很平衡。但是这个钢丝，因为它挂了以后，它钢丝的弯度、摇摆度，它没有计算到。非常遗憾，刚才双方的第1轮挑战都没能成功，但是双方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我宣布，第2轮挑战开始。最后一次机会了啊，双方。第1轮的挑战，叉车司机罗苗凤和人工智能叉车鸵鸟，在悬挂啤酒瓶时，均出现失误，挑战失败。他们还剩下最后一次挑战机会，究竟谁能把握最后的机会，挑战成功呢？第1轮，我心里其实说内容就是求成功的心态是特别迫切的，无形中就会有压力。第2轮的话，我才找到感觉，就一次机会了，不管是成功失败，我一定要把这一次给它做好。第1次挑战，罗苗凤因为连续出现失误，挑战失败。第2轮的挑战，罗苗凤调整了状态，快速地完成了前4个啤酒瓶的悬挂，而同时人工智能叉车鸵鸟才完成了2个。罗苗凤能把握住领先的优势，挑战成功吗？中间是最难的，中间是最难的，因为它晃动最大。人的观察力可以随时调整，在钢丝上挂的时间越短，那机遇力掉下来就越少。罗苗凤他是在很快的时间尽量缩短挂瓶的时间。如果挂上这一瓶，罗大姐就追平了她2年前在我们挑战不可能创造的记录，6瓶。罗大姐千万不要着急，我告诉你，现在机器人鸵鸟刚刚挂完第3瓶，正准备挂第4瓶。他就是长时间就盯着那一个点，而且再加上灯光又很刺眼，时间长了就会有重影的感觉。长时间的精准操作，消耗了罗苗凤大量的精力，眼睛也逐渐疲劳。已经完成5个啤酒瓶悬挂的罗苗凤，能克服困难，挑战成功吗？罗苗凤非常漂亮，已经
平了他在挑战不可能创造的最好成绩，6平。罗苗凤离挑战成功还有最后1平的距离，越是到这个时候，越要沉稳。不要着急，机器人这边只掉了1平。罗苗凤不要着急，跟你没关系。目前机器人顶住压力，还是挂上了第3平。很紧张的，身上全是汗的，一直在脑子里在想慢一点，就是要保持如何去把这个去操作好。最后的最后的最后，虽然非常的遗憾，但是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罗苗凤。你已经平了自己2年前最好的成绩，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所以现在罗苗凤要关注的就是鸵鸟能否顺利的完成第2次挑战。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挑战之前罗苗凤挂上6平，为什么用了2年？太难了。今年7平对于他们2个来讲真的是非常难。哎，没挂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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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遗憾，今天2轮挑战过后，无论是罗苗凤还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叉车鸵鸟，都没能完成连续挂上7平、啤酒瓶不坠落这样一个目标，所以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双方的挑战没能成功。但是他们的挑战精神仍然鼓励了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我觉得尤其是罗苗凤，让我们觉得，哎呀，真的心里还是有点不甘，因为最后其实就差1平，就差1平。成功还需努力，成功还要还得继续，还要继续。但是我觉得鸵鸟今天的表现也真的让我眼前一亮哦，大大超乎了我们的想象。我想问一下黄磊，这已经是第几代的鸵鸟产品了？这已经是第8代产品了。然后在第3代产品的时候，它就已经可以完成简单的插取和搬运这样的动作，在智能化车间也可以实现无人化、智能化搬运。咱们的团队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在研制这个机器？我们这个团队大概一共有30个人左右，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团队。但我相信创造力是不分年龄的界限的。很多人都在讲人口红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我相信在未来，人工智能一定会给人类带来新一轮的红利，而我们这一代就肩负着这样的使命。我相信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年轻人的创造力确实是推动中国创造、中国制造向前迈进的一个重要的动力。那么今天苗凤，你此刻的心情？心里是非常遗憾的。以后还是在工作生活中的话，还是好好的努力，继续挑战自己吧。
所以我觉得罗苗凤给了我们一个面对生活的一个很好的答案，那就是无论自己在哪一行业或者在哪一个岗位，你的技巧达到了多么顶峰的级别，但是仍然不放弃学习，不放弃接触新的事物。也祝福你能有更好的收获。谢谢。虽然说我们国家并不是人工智能的策源地，但是在人工智能又一轮技术大爆发的时代，正在打造科技强国的中国也被认为拥有了和西方国家相同的机会。所以我觉得黄磊你们的团队也是任重道远，这么年轻，也期待着你们在人工智能的领域能够创造更多的不可能，加油！谢谢两位来到挑战不可能，谢谢，再见。挑战成就未来，本节目由为祖国下一代喝上好奶粉的君乐宝奶粉特别呈现。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播出，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家的新可能。怕油怕糖怕脂，请喝蒂泊尔。本节目由特别支持茶饮蒂泊尔赞助播出。接下来我们又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在挑战不可能舞台上非常经典的挑战项目——平衡挑战。让我们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你好，小蔡老师好，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田瑞，我来自于宁夏。哦，宁夏。宁夏。今年多大年纪？33岁。33岁，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平衡者。接触这个东西，就是因为看到我们节目的平衡项目，才开始对这个东西产生的兴趣。那时间不长啊，大概3年的时间吧。2、3年。3年。对。那你是一个人完成吗？这个挑战项目？不，今天其实我要和几位从未接触过平衡的搭档一起完成，这也是我今天挑战的难点之一。哇！那接下来我们掌声把他们请上来吧，掌声有请我们挑战者的搭档上场。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叫张家鹏，来自青岛，很高兴来到挑战不可能的现场。这几位都是我的同事们，今天是由我们与田瑞老师一起来完成这次挑战。我们首先还是有请我们现场的挑战助理为我们上道具。请听挑战规则。在5米的高空中，有一根10米长的钢丝，挑战者需要在这根钢丝上平衡第1台洗衣机。随后，洗衣机的下方会悬挂一个直径1.8米的金属环。挑战者需要在金属环内再平衡第2台洗衣机。2台洗衣机平衡完毕后，平衡系统要保持10秒不倒，才算挑战成功。挑战者只有1次挑战机会。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我宣布洗衣机平衡挑战，挑战开始。田瑞不仅要指挥每一个人的分工，而且还要时刻维护系统的平衡。下方，也就是这个圆环上的洗衣机稍有偏差，就可能会影响上层洗衣机。好，平台可以把我们送上去。向前。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洗衣机通电，让它运转起来。动的。所以你要平衡的还不是一个完全静止的物体，它里面有一部分是在运转的。对。哇。哎，好，开始旋转了。大家看到里面的气球已经跟着这个转筒开始旋转，速度还挺快的。吊点可以把洗衣机升起来了。
我看过很多平衡挑战，连个小小的东西我们都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个洗衣机太大了，而且在旋转的当中，你要找一个平衡点不容易。好，停，这个是一个双重的悬浮平衡系统，它分为上下2个不同的平衡体，它们相互关联、相互制衡。如果有一方不稳定，另一方就会倒塌。这是我从来未尝试过的。平衡挑战呢，就是需要最小的震动，有稍微大的震动呢，就会导致这次挑战失败。这是在安装什么？这是在安装一个吊环，还有我们要把这台洗衣机的电连到下面，给那台洗衣机通电。哦，我明白了。所以下面这个吊环和上面这个洗衣机实际上是通过2根钢索的形式连接在一块儿。对，吊点可以下降了。好，平台下降。之前无论是在空中悬挂的画框也好，甚至是像上一季有3个臂的那个平衡台也好，它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刚性的平台。但是我们今天看到钢丝，它是会随着你往上增加重量而变得有弹性。平台下降，降，好，平台降一下，现在可以把这个吊点松下来。好，好。今天这个挑战它分为2个部分，上面这个部分是在钢丝上面完成的。我们都见过人走钢丝，但是洗衣机放在钢丝上面，它是不会自己找平衡的。我必须要找到它跟钢丝最完美的契合点。田瑞，这个非常难。因为钢丝一直在晃，田瑞现在仍然还没有完全找到这个洗衣机的平衡点。洗衣机要么就往前，要么就往后。因为毕竟它的分量还是摆在那儿，没有那么好找到。而且里面一直在转动。帮我稳一下这个。这个洗衣机的重量使这条非常坚硬的钢丝变得非常的柔软，每调整一次，它都会上下起伏。在整个柔性系统中进行这样的平衡，我完全找不到它的着力点，比我想象中的要困难很多。稳一下。第1台洗衣机的平衡迟迟未能完成，时间已经过去了10分钟。田瑞一直在寻找平衡的机会，他能完成第1台洗衣机的平衡吗？哎，
好像找到了。哇！平台可以降了，上半部分我已经完成了。好，我们看到田瑞现在已经松开双手，但是洗衣机稳稳地停留在了钢丝上。他的第一个平衡的目标基本完成，但是不要着急，因为接下来他在平衡下面这台洗衣机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把上面这个洗衣机的平衡状态破坏掉。所以他还很有可能待会儿还要回去再重新弄，这个是非常难的。上面的平衡现在非常脆弱，随时可能会被打破。所以我们看到它中间那一根绳子并没解开，现在。对。向前，向前。现在田瑞在再往前一点点，再有刹车，好，带着两位。我们上面先稳住，我们把这台洗衣机通了电放上去。好，上面两位先辅助这个洗衣机的平稳状态。底下这个洗衣机现在也启动了。那钢环有多宽啊？钢环的宽度大概是10公分左右。10公分左右。对。等一下，等一下啊！好，慢一点，慢一点。好，放上。哦，稍微帮我。但它下面，它只平衡洗衣机的一个角。哦。等一下，左边抬一下。你那边抬高点，抬高点。好，松手了。好，松手吧。它不是像上面那样把洗衣机平着放的，这困难就大一点。对，这平衡挑战要找一个平衡点不容易。假如下边的动了，上面自然就会掉下来，所以困难增加了。上面准备好了吗？掉点降一点。好，停。上面这个洗衣机已经完全是依靠它自身的重力。你们两个松手吧，松手我自己来。抓住了，上面调一下。哇，这个特别难。困难大了啊！这个特别难。我起先以为它平放在这个没有款里。好，你们两个可以松手，我自己找一下它的重心。
这个洗衣机的重量是靠一个人根本就调整不过来的，所以说我要和上面的搭档一块儿控制好它的力度，这个范围必须控制得非常精准，如果有丝毫的误差的话，都会导致上面那台洗衣机掉落。我们上面现在可以吗？可以吗？可以。你们两个先不要扶这个圈儿。松手，松手。上面可以吗？上面可以吗？好。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线直了吗？可以。可以，平台就撤走吧。上面松手了吗？哦，上面2位已经松开双手。平台撤走，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田瑞要完成下面这个洗衣机平衡点的寻找。钢丝和下面这个圆环这2个连在一块儿，这条钢丝在平衡下面这台洗衣机，每动一下它都会向下坠一下。这个坠的这个力就会破坏我已经找到的平衡点，我要从头再来过，必须要在这个向下坠的这个力还有自己的平衡点同时完成的时候，才能挑战成功。长时间的操作加上机器的重量，消耗了挑战者大量的体能。已经完成第1台洗衣机平衡搭建的田瑞，能够克服困难，挑战成功吗？现在上面的洗衣机是完全依靠自身的重力站在钢丝上。主持人，我已经找到了。你已经找到了吗？我可以。在你松开双手之后，我们就计时10秒。好的。10、9、8、7、6、5、4、3、2。挑战成功！漂亮！我们可以上去看一看吗？可以。哦！谢谢。掌声送给我们4位特殊的挑战助理，谢谢4位，谢谢，辛苦了，也再次祝贺田瑞挑战成功。我想问一下田瑞，因为你练这个平衡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也就3年多的时间，你觉得你从中获得了一些什么？其实，在没做这件事之前呢，我这个人比较急躁，没有耐心。但是通过长时间的练习，我发现这个事儿急不来，对我的性格有很大的改变。当我完成这项挑战之后，我发现，那一刻非常的满足。对。这件事儿，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做人不能做钻牛角尖的人，但是做事儿一定要有钻牛角尖的精神。只要专心致志的，就一定可以达成目标。就像我们身边的这几位产业工人一样，我相信他们一定有这样的感受。通过跟田瑞的接触，从田瑞身上看到很多优点，就是专注、细致、耐心。其实这种专注、细致、耐心的精神，也是我们一线工人在工作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工匠精神，只有保持住这种工匠精神，才能生产出如此优质的产品，让用户满意。遍布世界的中国制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是会被贴上低端和廉价的标签的，而这几十年来，恰恰是在我们中国制造
背后的每一位工程师、每一位技术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精益求精、孜孜不倦，不仅撕掉了这样的标签，我们还朝着尖端领域在攻池略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要祝贺田瑞今天的挑战成功，更要为我们的中国制造加油。对于田瑞能否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我的回答是能。有请田瑞和我们几位技术人员共同步入今天的荣誉殿堂。海天蚝油一招定鲜，本节目由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海天蚝油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吉利汽车、博瑞、博越特别支持，大美中国车为中国加油。怕油怕糖怕吃，请喝蒂泊尔。本节目由特别支持茶饮蒂泊尔赞助播出。